800块钱就想娶我女儿？周明远，你也不掂量掂量，这10里8乡，谁家娶媳妇儿彩礼不是1000起步？你拿800块定亲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？婶子，800块是我爸把家里的猪卖了，地里麦子全割了才凑齐的。谁是你婶子？我闺女嫁给你，难道跟着你和破烂打交道？你天天蹬着那个破3轮挨村收垃圾，难不成要让我闺女跟着你吃苦受穷，喝西北风吗？明远，你那旧3轮上次链条断了，还是我帮你焊的。小梅跟了你，连个自行车后座都坐不上，天天闻你那破铜烂铁的味儿，你让她怎么出门见人？小梅，你说句话，咱俩是指腹为婚，你爷爷和我爷爷定的。明远，我不想一辈子窝在这穷地方，你天天跟破烂打交道。志强哥1个月挣2000，你拿什么比？钱退你，拿回去给你爹买药吃。小梅，走，志强的摩托车等着呢。明远，我跟小梅下个月在镇上大酒店摆席，你那破3轮就别骑来了，磕碜。周明远啊，周明远，人家根本就没想同意这亲事，这是爷爷留给未来媳妇的。算了，他不配。丢人！周家的脸让你丢尽了。爸。收破烂，收破烂，收来收去把媳妇儿收没了。你爷爷当年就是收这些破玩意儿倾家荡产的，你还要走他的老路？别死！滚！带着你的破烂滚出去！从今天起，周家没有你这个儿子。爸，爷爷不是收破烂倾家荡产的，爷爷是因为不肯把国宝卖给日本人，被汉奸砸了当铺。也罢，从今起做自己的选择。没想到这个地方给我带来了踏入古物界的敲门砖。啊！青花大碗！爷爷，你找了半辈子没找着的东西，我替您找到了。大娘，能讨口水喝吗？你是谁家的娃？咋睡在村口树底下？大娘，这碗挺好看的，在您这儿放多少年了？啥好看不好看的，就是只破碗，几10年了。以前盛猪食，现在喂鸡，皮实的很，摔7、8回都没坏。大娘，我是做小买卖的，专收些老碗旧罐，您这碗愿意卖我吗？你这娃净说笑，一个破喂鸡碗你要它干啥？缺碗用我给你拿个新的。我就要这个，20块，我身上目前就这些，买您这只碗。多少？20块。娃，你跟大娘说实话，这是个啥东西？大娘，说实话，我看这碗像老物件，具体值不值钱我也拿不准。值钱，我回头一定给您补差价。您信得过我，就先收下这20。不用补，就20。这碗我喂了20年鸡，也没人跟我说它值钱。你要是有本事让它值钱，那是你的本事。灶上还有2个窝头，走时带着吧。这可能就是缘分。没想到在这种地方遇见了爷爷一直得找再找的青花大碗。我的未来就靠你了，珍宝阁，镇上最大的古物交易中心，就从这里开始吧。这东西你哪来的？姑娘，
这碗到底……康熙官窑青花缠枝莲纹，胎质洁白，釉色温润，青花发色真正，典型朱明料。那值多少钱？这东西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收的，20块，一个老太太用来喂鸡的。喂鸡的？不是这人什么狗屎运啊！我跟你说，如果是偷的、盗墓的，来路不正，现在说实话还来得及。我要是报了警，我爷爷留给我的书上面画着这只碗，他找了大半辈子没找着。我是他孙子，不是贼。这做的也太细了吧，简直可以当参考五线了。2个月后的文物春拍，晚送去至少2000起，遇到识货的上3000。你爷爷帮了你，下次有好东西直接找我，别让人懵了。爷爷花了一辈子把东西写进书里，我已经找到了第一件。这个家我要自己建起来了。这祠堂破了几十年了，房梁都快塌了。公社那会儿堆过稻草，后来连稻草都不堆了，怕砸死人。吴村长，这堆书是谁的？谁也不是谁的。村里有户读书人家把祖上的藏书放这儿了，后来人家搬走了，几十年没人碰过，也没人要。吴村长，这批书我收了，1000块。多少？1000块？明远啊，你是不是烧糊涂了？这些破纸都快烂成泥了，你花这冤枉钱？钱我给，书我拉走，您用这笔钱给村里修座桥。那我帮你搬到车上，就是这堆是吧？明远，你别动，别看咱岁数大，有的是力气。明远啊，你说你明明能直接给我1000块修路，非要买走这堆破书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。唉，这老家伙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就是这对吧？我的书啊，真是苦了你们了。明远啊，再有这样的破书，我再叫你，到时候可别不收哈。行，村长没问题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下次我一定盯着你，轻拿轻放，这可都是宝贝啊。写子园画传、本草纲目，太好了，都是难得的书籍。这是，我的天啊，地契！周家这小子挺有钱啊，置办上了新衣服，跟以前俩样了呢。明远，你可算回来了！这么久去哪儿了？怎么都不跟妈说一声啊？妈，对不起，我挺好的，你看一点事儿都没有。这次回来就是看看你，想你了。你爸去镇上赶集了，你怎么瘦成这样了？妈，给你的，别让我爸看见，我不多留，这就走。哟，这不是那个收破烂的周明远吗？怎么，外面混不下去了？回来找你爹要饭吃了，穿新衣裳了，哪儿偷的？还是骗了哪个糊涂老人的钱？我挣的，收旧书挣的。收旧书？那些破纸骗子能挣几个钱？你们都听听啊！他说收旧书挣了钱，那全乡的老鼠都得饿死，书都让他收去当饭吃了。哟，明远回来了，怎么想再挽回小梅？可是我们下个月就摆酒了。你回来干什么？来看我妈，不关你的事。林小姐，明远，我去省当治局查了，青石村后山那块是康熙52年的，现在是荒地，地底埋一座清代官员墓，没盗过。什么地契？什么墓葬？这位周明远先生半月前用1000块收了一批被当成垃圾的清代古籍，里面加了一张地契，指向一座完整的清代墓葬。你做好准备。1000块？清朝墓地？赵婶儿，你说的对，收破烂挣不了几个钱，所以我改行了。我现在收的是文物。省城拍卖行下个月春拍，你那套完整的木刻套印本《芥子园画传》如果上拍，至少这个数。
2个月后，我在镇上开了一家甲骨文店。王老板，什么事？什么事儿？你跟老子装什么傻？这半个月我废品站收的货少了30%，是不是你小子劫了老子的道？王老板，大家各收各的货，老百姓愿意卖给谁就卖给谁，我没有劫你的道。没有，你不就是捡了个破碗卖了2000块吗？我王大金做在这15年，你懂不懂什么是规矩？你不是眼睛毒吗？这些是我这些年收的碎瓷烂碗，本来打算砸碎填坑的，你来挑，挑出一件值钱的，我王大金名字倒过来写。王老板，明宣德红釉龙纹盘缺了2/3，如果是完整器，保利拍卖行上一件的成交价12万。你现在把它砸碎了，这堆残片最多值200。你每天收的碎瓷烂碗里有多少件是你亲手砸碎的？王老板，我不劫你的道，以后你收的东西拿不准的，我帮你鉴定。你赚废品钱，我来捡漏，井水不犯河水。行，我不砸了，但你这生意做得越大，盯你的人就越多。省城那边已经有人在打听你了。周老板，听说你眼力好，帮我长个眼。这东西你要是看上了，价钱好说。您长长眼。高仿，而且是高手做的高仿，谁让你来的？什么谁让我来的？这是我家祖传的乾隆官窑，急用钱，3000块便宜给你。底款不对，这个刻痕是老八的暗记，他仿的东西底款总差一口气，但器型釉色一流。他让你拿这个来试探我，是不是？收了这件，下一步你们就把真货当假货低价给我，等我卖出去之后报警说我贩假。这种真假连环局，30年代上海滩早玩烂了。这盘带子从你敲门那一刻就开始录了，回去告诉孙大头，下次想试我眼力让他自己来，带真东西来。挺厉害嘛，你怎么知道是孙大头？省城古玩圈做真假连环局的只有孙大头，专门找刚入行的新人下手。上个月在省城拍卖行，他站在展台边盯了我很久。录像带一定要留好，他再敢来，我直接去省文物局帮你备案，制假售假还设局插片，够他进去踩几年缝纫机。上海滩连环局，先以仿品试眼力，若对方不识，则假货当真货卖之；若识破，则真货当假货转让，后报警查赃勒索。破局之策，凡可疑交易全程留据。盖了7、80年的土墙，谁知道里头夹着块棺材板？现在拆出来，这也太晦气了。就是，谁家这玩意儿啊？赶紧扔了得了。可不能随便扔，得找阴阳先生看看，万一带着煞气呢，冲了啥可就麻烦了。大伯，这块板子您要扔？谁要这晦气玩意儿啊？怎么，你想要？我要，给您3000，钱货2清。麻烦您帮我叫2个人，抬到我3轮车上。疯了吧？3000块买块棺材板，这钱给我，我都拜为义父，赴汤蹈火啊！这可是小叶紫檀啊，这我不站起来了吗？如牛毛的纹理和点点金星，这是顶级紫檀独有的特征啊，极品啊！小伙子，这块棺材板是非洲小叶紫檀，清末后国内就绝种了，200年前用船从印度洋拉回来的，值50个。明天省城春拍，你打算把那件东西带去？正有这个打算。那行啊，明天你铁定是全场的焦点所在，等着被人围堵吧。这次来的都是业内顶尖的藏家，之前对你不怀好意的孙大头也在，就坐后边。各位来宾，省城拍卖行1995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现在正式开始，预祝各位都能抱得心爱之物而归。下一件拍品，明代紫檀独板大担料，长2.3米，宽45厘米，厚7厘米，非洲小叶紫檀100年老料，起拍价30万。40万50万50万，50万第一次，50万第二次，50万成交。终于结束了。20块钱，我从20块钱收废品起步，现在
50万？不是20块，是你爷爷半辈子写在书里的眼光，加上你这半年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。周明远，上回我让人去试你，你居然把录像带留了，算你狠。孙老板想正经做生意，我欢迎；想做局，那盒录像带还在我抽屉最里面锁着。省城古玩圈子比你想象的小得多。下个月古玩城交流会，你来不来？来。你真要去？孙大头那人城府极深，肯定没安什么好心。我知道，但不去，我就永远是个在乡下蹬3轮收废品的。从20块到现在，我要一步一步走到最高。小兄弟，听说你收老东西，这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，你看看值多少钱？指尖轻轻拂过做图灵链，紧摸朝线。这炉子又碰到宝了。大爷，这东西您自己留着，绝对不要卖给任何人。为啥啊？这破炉子不值钱吗？这8个字，宣德5年内府监制，这种款制的炉子，全国博物馆里加起来不超过10件。你会看吗？这破炉子一看就是做旧的，毛都没长齐，还敢在这装懂行？钱老板，您刚才说我不懂行，那现在您告诉我，按咱们行里的规矩，这只宣德炉我该收多少？小周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跟你钱叔还来这套？没什么意思，行里的规矩，别人在看的东西，旁人不能伸手。钱老板做了这么多年古玩生意，这规矩不用我教您吧？你刚才当众让他下不来台。钱万三在省城古玩圈扎根10几年，黑白两道都有关系，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知道，但我如果让他碰了这只炉，不出10分钟，他就会用2000块钱从老人家手里硬抢走。这种缺德事，他干了整整10年了。小兄弟，这炉子你收不收？多少给点就行。大爷，这炉子太贵重了，我建议您捐给博物馆，他们会给您合理的奖金。这是国宝，应当放在博物馆里。这真的是国宝，那我就上交给国家。这东西放在我手里，不如让更多人看见，一代代传下去。老先生，您路上慢走，天色不早了，回去注意安全。我就先告辞了。这次交流会也算站稳了脚跟，省城的古玩界等着我大展身手吧。周明远，你快看这个，省文物局刚发的通知，全省范围内展品所有人可以优先申请开设民营文物商铺。民营文物商店，就是这个。我要开的从来不是地摊，是店。这些东西一个比一个稀有，你这一出手，岂不是要把整个省城古玩界都搅翻车了？正宗的羊乳白玉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青石村，就是那张地契纸的那片山，在墓道的塌方处发现的。3件全过初审了，而且你在古玩城拦钱万三的事儿，古玩界的老专家都听说了。一个懂规矩的年轻人，他们都愿意支持你。手续我要帮你跑，省文物局那边我人头熟，但是需要一个有资质的鉴定师做店。我可以兼职做你的鉴定顾问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你爷爷这本书里的独门鉴定方法，你要让我系统的整理一遍。这不是为你，是为整个文物行业。太多老先生的经验都带进棺材里了，这本书希望发扬光大。爷爷留下来的东西能广为流传再好不过，这不算什么条件，反而我觉得还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。这么久也多亏了你，没有你的帮忙，我不知道要走多少弯路，吃多少亏。这还是你自己的努力啊！这半年你吃了多少苦，熬了多少夜，我都看在眼里。能吃苦，肯认干，就一定会有所作为。好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明天一早还要去省文物交易中心办手续。好，明天我们就在交易中心门口碰面。古玩界的水，我才趟了一半不到。想要守住本心，也想要那盏盏属于自己的灯火，还要更努力才行。现在你是有靠山的店了。这次真的多亏你了，林小姐。周老板，我姓高，是退休的中学老师，家里有件祖上传下来的瓷器，想请你帮忙长长眼。
高老师，这件东西您先带回去，我不收。为什么？这花瓶哪里不对吗？哪里都对，款式、釉色、器型全是标准特征，就因为太对了，所以不对。官窑的篆书款，最后一句收锋会有一个极万细的偏锋，您这个都是正锋，临的比真的还真。又是孙大头的人，不是孙大头，是钱万三。你是周明远，有人实名举报你这个店的文物经营许可证申请材料涉嫌作假，你这个店即日起停业整顿。我所有的手续都是合规的，门口挂着省文物商店合作鉴定点的标识，你们可以去核实。请你出示你的证件。这次可以了吗？期间要是发现你偷偷营业的话，处罚会更严重哦。别担心，我查清楚了，是孙大头他们在背后搞鬼，我已经摸透了他们的路数，解决起来不难。我没事，他们要玩，我就陪他们玩到底。辛苦你了。少废话，明天一早把这些材料交上去，封条3天之内肯定能撕掉。对了，你爷爷那本《古物图鉴》的第1卷手稿，评审组组长说，这本书如果能系统整理出版，就是近现代民间文物鉴定史上的里程碑式文献。明天辛苦你跟我跑一趟柳河村，去看看那边的清代民居遗址。就是上次你说的藏着那批字画印章线索的柳河村。明天早上8点，村口集合。我就知道你会来，进去吧。明天一早突土机就进场了，能拿多少拿多少，也算给老祖宗留点东西。小心脚下，注意安全。把撬棍给我。下面有东西。小心一点，别碰着绢面。林之义，你数一下，这些东西如果全是真的，值多少？上千万。我是明主古玩的周明远，柳河村拆迁区清代老宅内发现一批疑似珍贵文物，请立即派工作人员前来进行现场鉴定和文物登记。你上回说的明人不做暗事，这些东西来路正，我要堂堂正正的把它们放进我的店里。周明远，我越来越佩服你了。还有什么厉害的？人不都是慢慢成长的吗？对了，明天我们把这些字画整理鉴定，材料递上去，就能正式加入省文物协会了。好啊，说不定还能有惊喜。今天来的人不少。周明远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今天我让你好好体会一下。绢本宋代，墨色入古300年，落款笔法与故宫藏石陶搜奇风达草药完全吻合，是真迹，总算是尘埃落定了。田黄洞石，乾隆御览至宝，这枚印故宫文献里有记载，已经失踪整整200年了。小周，这批珍贵文物你准备怎么处理？顾老，这话说的太早了吧？这批东西是他在老宅里挖出来的，老宅是王家的祖产，地也是柳河村集体的，这东西的归属权恐怕得先打几年官司才能说清楚吧。第1章清代地契复印件，老宅的地200年前就是周家祖产。第2章刘村出具的委托书，按照地偿法，地下埋藏物归发现与村协商处置，处置权全委托给了我。合法、合规、合情。
还有人有异议吗？钱万三今天是来刺探虚实的，你手里这批东西太扎眼了。省城古玩圈的水，从现在开始才是真正深的地方。这只碗大清康熙年制，官窑青花缠枝连纹，是我入行收的第一件东西。在座的各位前辈，请过目。碗是好碗，不过一只康熙官窑好像不够分量吧？我当年入会的时候拿的可是一对乾隆官窑粉彩摆鹿瓶。小周，把你贴身口袋那枚印章拿出来吧。钱万三今天刁难你，不只是因为你抢了他几单生意，是因为你已经抢了他在省城古玩城的风头。这个圈子的蛋糕这么大，我原你传过文物协会，不用急着买卖，先去认认人。记住，省城的水是汤，京中的水才是海呀。他到底是谁？顾老的师兄，前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，姓沈，圈里人都叫他沈半城，半个京城的文物都经过他的手。就是这家黑夜，上个月我花了8000块在这里买了个清代花瓶，我老公回来一看说是假的，我去鉴定机构做了检测，就是现代工艺坊的，8000块啊！那是我们两口子起早贪黑攒了2年的血汗钱啊！周明远，我们接到举报，请配合核查，出示相关凭证。上个月11号1号，有人拿粉彩瓶寄卖，说是道光官窑，我验过是高仿，拒了。他留了姓名电话，您核对下，和投诉人是不是同一个？高建国本名高伟，是景德镇仿古瓷从业者，上个月因伪造鉴定文件被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他的电话就是赵秀兰投诉材料上的紧急联系人。恶意投诉捏造事实，涉嫌诬告陷害。赵秀兰女士，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肯定是钱万三在背后搞鬼，赵秀兰只是个幌子，她躲在后面。你得尽快去北京，她在本地根基太深，这次没得逞，下一次她没机会了。交流会地址和联系人都在券上，这是顾老沈老的联名推荐室。到北京去琉璃厂找金网先生，他是沈老的师弟。等我回来，把店开到古玩城正中央。冰糖葫芦。看东西搁桌上，不看就把门带上。金老先生，晚辈周明远，从省城来。你就是那个20块捡了康熙高窑漏，当众怼了钱万三的周明志？是我。年轻人，沈半城和顾老头联名推荐的人不多，上一个还是15年前。东西带了。沈半城说的对，钱万三那帮人吃的是地头蛇的饭，你抢了他们的食，他们会咬你一辈子。但北京不一样，这里是海，鱼入大海，他们就够不着了。明天全国文物交流会，这里有张单子，5个名字，你明天挨个去打个招呼，报我名字就行，别带东西，别谈买卖。金老，您为什么要帮我？不是帮你，沈半城30年前欠我一个人情，他送你过来，这笔账两清。舟车劳顿一天，回去歇着吧，明天养足精神。金老，大恩不言谢，明远记在心里了，你也早些休息。还是大城市的市场大呀。你就是小周吧？听说你眼力独到，考考你，那边那只罐，看一眼，给个准话。器型是元代标准大罐，底足火石红自然，用的也是苏玛离青料，但有一处不对，苏玛离青含铁量高，烧成后铁锈斑随机分布，元代工匠手绘绝无可能这么均匀，这是后仿的。你说对了，我是港城苏富比驻京代表，周先生，你的眼力令人折服。下月港城有场私拍，诚邀您担任鉴定顾问。那只罐的做局人就在这个展厅里。今天起，你的名字在北京圈子里传开了，不是因为你说对了，是因为你敢说不。记住，这一行说不永远比说是难。
周先生，陈嘉稳，苏富比港省总部私人洽购部，上期那只远青花，那页岩定真伪，我们楼板亲自点名又尽力。私人洽购部，我以为你们只做公开拍卖。拍卖做给外人看，私人洽购才是真生意。港城顶级藏家从不露面，要的就是懂行、不沾圈子还守规矩的人。我们查过你，科班出身的条条框框你一点都没有。3个月顾问合同，不管承担与否，底薪20万港币，成交再拿3个点佣金。你可以考虑，但别太久。这批藏家里有位耐心不好，姓郑，港城圈里都叫他郑三爷。你到港城一问便知。条件太好了，好的让人不放心。金老，打听个人，港城的郑三爷您知道吗？10年前他做局吞了内地藏家3件国宝，这约你可以去，但记住，跟他打交道，藏好你的底牌。你的事儿我听过，20块捡康熙官窑，30里山路收紫檀，省城当中驳了钱万八的面子。年纪不大，眼力倒是够毒。郑三爷过奖，我只是照规矩做事。规矩，在港城我就是规矩。今天叫你来，是让你长眼一件东西。啊！郑三爷，您想让我鉴定什么？鉴定它是真是假。不用鉴定了，假的。你只绕了一圈，连放大镜都没拿，凭什么说它是假的？元代画师画马，马尾臂是3缕，这只冠是4缕，是永乐年间景德镇画师的习惯。器形仿原，画工是明初仿品精品，不是元代真品。好眼力！我手上有3件元清华要送拍，你帮我长眼，佣金成交价的3%。郑三爷从来不让人驳他面子，你说他罐子假的，这笔账他迟早会让你还。小心，明天拍卖会自己注意点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。这古物界的水再深，我也得探出个究竟。你的眼光很独到，时代在进步。我那3只罐子正在后台做最终高科技鉴定，一起去长长眼吧。那就劳烦三爷带路了。Thermal oleogenesis testing shows all 3 jars date from the period 1271 to 1368 AD. Scientifically, they are all genuine Yuandun Dynasty pieces. 周先生，签个字，150万港币就是你的。鬼谷子下山起拍5000万，3个点佣金，不过抬把手的事儿。三爷不急，这罐子我看出点有意思的东西，钱不钱的无所谓，我对学术问题感兴趣的很啊。小周啊，挣钱脑子要活络，时代变了，人也得跟上。三爷我这机会可不是谁都能有的。谢三爷抬爱，只是我这人已经看到的，只守心里的规矩，不识抬举。这机会我无福消受。郑老，打扰您了，我手上有样东西，想请您帮我做个材质鉴定。哦，什么好东西啊？能让你小周专程打电话来？一件瓷器的关键材质，等我明天到了京城，亲手交给您。我先检测看看，口60辐照，剂量是正常环境300倍，用现代高仿品故意辐照污染出来的，用这种手段骗过热失光，这是文物界最卑劣的高科技犯罪。我干这行50年，见过做旧的，没见过这么毁行业的。热射一是文物最后一道信用防线，这批东西一旦流出去，全世界的拍卖行对我国的市场会失去信任。郑老，能不能出一份盖委员会干章的官方鉴定意见？可以。委员会的正式鉴定函，我亲自签，亲自盖这个章。但小周，这份函一出，你和郑三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。你真的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金老，我必须连夜赶回去，明天上午9点就开拍，绝不能让郑三的货流出去。急什么？我跟你一起去，倒要看看现在的后辈们能玩出什么上不了台面的花样。
原定上拍的3只原青花大罐，2件见为人造仿品，现依法扣押，仅松竹梅纹罐为真品，可正常参拍。8000万港币，成交。周明远，你毁了我8000万的局，港城古玩圈从今往后再没有你的立足之地。你爷爷当年烧了自己的铺子，不肯把文物卖给日本人。你今天宁肯得罪郑三，也不肯让假货贴上真品的标记。小周啊，好样的！周老板，久仰大名，我姓马，从甘肃过来的。我们在西北刚出了一批硬货，想找个靠谱的人走渠道。打听了一圈，就你周老板最讲规矩。马老板，这东西是出土的，来路不正的生意我不做。周老板，我们这行有规矩，看过的货不能不接。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。商代饕餮文方鼎，上个月甘肃临亭商州大墓刚被盗。小周，这不是古玩圈的事儿了。立刻打文物犯罪侦查处的电话。周先生，马彪是跨国走私集团西北核心中间人，盗掘古墓，走私国宝出境。我们需要你打入内部当卧底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他们手上有枪，太危险了。李队长，告诉我需要做什么。3天后马彪会再来，你接下这单生意，他会带你去见他们头目。这个窃听器缝在衬衫内侧，你只管谈生意，取证和保护由我们负责。我只有一个条件，林志英绝对不能参与这次行动，他留在外面，我才能安心进去。我可以。这件事没有商量，这一去九死一生，之意你一定要好好的等我回来。但愿我们还能再见。周明远，你有一双好眼睛，港城挡了郑三爷8000万的局，省城又得罪了钱万三，跟我合作，我帮你摆平所有麻烦。你用上京城的关系，我们1年赚够一辈子的钱，如何？这批货有多少件？第一批23件，3个月内全部出手。事成之后，你的酬劳就是这个数。3天后我给你答复。海关出口文件我需要核实真伪，如果文件有漏洞，这单我接不了。周明远，你最好不要耍花样。全部录下来了。名单上23件文物里有5件是国家1级文物，包括那尊商代饕餮文方鼎。一旦出境，就永远回不来了。我们需要你在最后交货时配合行动，人赃俱获。周明远，合作愉快。这批货明天凌晨就上船，以后我们还有更大的买卖。快！你居然是卧底！我不是卧底，我只是一个守文物的。你们拿祖宗埋在地下东西当生意，我守的是这些东西本该有的归宿。我入行收的第一件东西是20块钱从一个老人手里收，一路走来我才明白，文物从来不属于任何个人，它们承载的是我们民族的记忆，真正的归属永远是能让所有人看到的地方。我干这行50年，见过太多人把文物当买卖，但把文物当命来护的不多。周明远，你爷爷在地下可以合眼了。你知道我第一次在文物商店见到你的时候，心里怎么想的吗？我想，这个人满身是灰，手里的碗是从鸡食盆里捡的，可他说话的时候，眼睛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件瓷器要干净，都要干净。周总，名古屋连锁的方案，集团出资60%，您以品牌和鉴定资质入股40%。我只有一个条件，每家门店必须配独立鉴定师，由我亲自选拔。鉴定师只对文物真伪负责，不对销售额负责。成交。我不去京城了。那是你等了整整5年的机会。5年前我想去北京，是因为在省城看够了假货和骗局，但现在我要做的事在这里就能做。鉴定师的考核标准和培训大纲我都整理好了。这不是你职业生涯最好的选择，但这是我最好的选择。之意是我自己选的路，后悔也没用。
至少10万。明天只能去把这个当了，才能撑过这个月。这对玉佩先不要上柜，等周总回来再说。林姐，这东西有问题吗？是假货？东西没问题，人有问题。他用了假名字赵秀英，这对龙凤佩是他奶奶的传家宝。他现在住在城北的利民廉价旅馆302房间，按市场价10万收。他当年用800块毁了我的婚，今天我用10万块收他的玉佩，不是帮他，是他奶奶的遗物，值这个价，一码归一码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，他让我转告你，东西归东西，人归人。你爷爷的玉佩是好东西，值10万，别的他忘了，你也忘了吧。宁远啊，你真要把博物馆建在这儿？这穷乡僻壤的谁会来呀？只要有一个村里的孩子被这种历史底蕴所吸引，他可能就不去偷鸡摸狗，可能会去读书，可能就会爱上这些老东西。打地基，往深里打，浅了立不住。爸，进去坐吧，我给您倒杯水。那年日本人来收国宝，老头子不给，被汉奸砸了当铺，他被打成重伤，回来躺在床上，手里还死死抱着这本书。明天开馆，把门口那把藤椅摆好，万一他再来，可以坐着。随便看。这就是周叔叔收的。我奶奶说他以前天天蹬着3轮车从咱家门口过。我们3个加起来快200岁了，这文物啊进了玻璃柜，故事就死了。他把书放出展柜，书里的故事就还是活的。3位伯伯，请用茶。我们3个商量了很久，民间还有太多像你爷爷那样的老鉴定师，把一辈子的经验带进了棺材。古物界需要你这样的会长，我们3个联名推荐你。这是我当年离家剩下的几百块。